滔滔的长江为何会被点燃？关乎生死的军令状为何没有被执行？输了战争的丞相又为何笑声连连？丞相，何故大笑？是人性的扭曲，还是被打麻了？敬请收看溜进柯侠诡异的笑声。建安13年，公元208年，位于柴桑附近的赤壁发生了一场古怪的战争，同时在许昌城内也流传着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言。文远，你听说了吗？你们曹丞相蹬三轮，蹬出了个官衔，我知道，叫什么骑车将军。三弟，听说曹操被个叫三轮姑娘给蹬了。好家伙，这姑娘劲儿挺大。这一系列的传言和赤壁的大火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的记者带着种种疑问，找到了热心市民刘先生。请问您对赤壁的事情了解吗？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码？可以的。这个赤壁之战主要就是因为我。因为你？对呀，我和曹操也算是老相识了。他爷爷是个大太监，就这事儿就够诡异了。一太监还能有孙子，这说明什么？不劳而获的不良封建，他们曹家从根上就有。还是请说说您和这次赤壁的事情吧。哦，是这样的，当年吕布死了之后，曹操不知道怎么就开始看我不顺眼了。我到哪儿他打到哪儿。我刚和身边人画完饼，不是畅想完未来，丫就来了。这不是啪啪打我脸吗？那时候我还是个翩翩少年，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于一个他妈青涩少年来说，一个大逼斗得有多大的心理伤害吗？由于刘先生情绪的失控，我们的记者匆匆结束了采访。不过通过节目组对于当地居民的走访，最后通过翻阅《三国演义》、一骑当千等相关资料，大体了解了赤壁之战的一些细枝末节。但是对于一个败军之将，在逃亡的过程中，为何还能喜笑颜开呢？但叫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这个周瑜和诸葛亮又是谁？为何屡次三番的出现在曹丞相的笑容中？为了一探究竟，节目组先采访到了周瑜。请问您是周瑜周先生吗？那是裤裆着火，当然了。听说这次赤壁的火是您策划的？这是屁股被咬，肯定啊。听说开战之前，你们有很多人是反对应战，主张投降的。是啊，张昭、张子木他们一介书生，脾气温和，能绷住。我脾气不行，绷不住，就开干了。曹操在逃亡的路上边笑还边喊您的名字，您知道为什么吗？我哪知道为什么？他喊的，你问他去啊。虽然没有在周先生这里得到最终的答案，但是这句你问他去却提醒了节目组。于是我们的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诸葛亮的住处。朱先生您好，打断一下，我不姓朱，我父姓诸葛。好的，知道了，您父亲姓诸葛？不是，我父姓诸葛。当然了，我父亲也姓诸葛。这怎么了，朱先生？你还没明白吗？我父亲姓诸葛，我也得姓诸葛。那还真是巧了呢。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滚出去！也许是因为刚刚睡醒，这位看似温文尔雅的朱先生对着我们的工作人员莫名其妙的发起了脾气。在朱先生这里又留给了我们一个疑问：为什么朱先生要屡次强调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姓诸葛呢？是不是里面蕴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为此，我们联系到了在三国方面的资深专家水镜先生司马徽司教授，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司教授您好，对不起，我不姓司，我父姓司马。嘿，这有意思了，您父亲姓司马？我们并没有在司教授这里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还遭到了司教授的殴打，我们只好亲自赶到许昌，对当事人进行走访。曹先生您好，您当时败走黄道的时候，为什么要笑3次，并且大喊周瑜和诸葛亮的名字呢？这还能有什么为什么？死里逃生不该高兴吗？那每次笑完都能笑出一名敌方武将，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吧。那1次2次这样，您身边的人都不拦着您吗？程昱他们想拦着，没拦住啊。哦，当时夏将军没跟着吗？夏将军是谁？夏侯惇夏将军啊。他不姓夏，他父姓夏侯。我的天，他父亲姓夏